带到里面去。太君，就是他，全城武圣，金刀梁敬天。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，不知有何贵干呐？我来介绍介绍，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。小野太君他是日本著名的刀客，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，特地前来切磋切磋。我已经封刀多年，恕不能奉陪，请回吧。先生，这个刀，下塞，嘿。哪里？打不住！起住！坐，太君。行营，先生，阁下技高一筹，梁某拜服。诸位，请回吧。好，哎，别哭啊，别哭，来，在太君这儿。拼了！师傅，能拼了！你真的不出手？抱歉。取我刀来！哎，有点过分。
力道。承让。真是承让了，诸位，请回吧。不愧是金刀梁敬天，刀法果然名不虚传。输了就赶紧滚！刀下亡魂，一共43人，无一不是罪大恶极。闹义和团的时候，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，想不到今天又多2人。
是好字啊！結構。行くぞ。撤収。はい。乡人们！西天之内啥高大小，小爷分田，真的假的？这是不搞来的啊！你看看吧，这下子厉害了啊！闲了，太棒了啊！看看吧，别吹了吧！你看看，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3、4、5。好了，可以出去了。你小子还挺准时啊，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。说吧，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？那能怪谁呢？
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，跟皇军作对。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，哪有现在这事儿？好啊。想走，没有梁飞盯上的，谁也走不了。咱们都是中国人，饶我一命。你杀我爷爷的时候，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？
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ドローのつもりか。あと4日、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。何事も起こすな。はい。本件はここで抑えろ。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。100倍に返し見せしめるんだ。はい。どこの部隊だ。警備署長の命令で部下さんたちで武器を預かせてもらう。谁的？哪儿的？快！张头！追着司机，快快！快快！开开！开始了！走着！走！红的部队呢？马一，来了。
貴様。杨飞的，やつを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やつを捕まえろ！捕まえろ！待て！待ておら！待て！こら！貴様らにも分かっただろう。リャンフェイはハッタリの輩じゃない。可能なら生け捕りにするんだ。一度お目にかけたいものだ。はい。敵襲に遭ってます。避難を。行くぞ。すぐ。敵襲だ！杨飞，出来，给我决一死战！杨飞，不要做缩头乌龟，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谁是缩头乌龟？报告，就是。
なんだ貴様、破国。たく、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。杨飞。杨飞真好哎！長官殿、周囲を警戒しろ。我叫小野纯一郎。你们中国的大英雄梁飞不是要找我吗？可以。明天下午5点，我在青岛码头等他。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。听到了吗？長官殿、長官殿、いけません。梁飛，長官殿、いけません。長官殿、もう船が出ます。お戻りください。そうか、小野は無事に埠頭を離れたか。結構。これでこちらも梁平と武工隊に集中できる。よくやった。
梁飞，你果然有胆识，居然追到船上来。我说过，7天之内杀了你们3个畜生。今天刚好第7天，我不会食言。我是一名武士，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。这儿够宽敞，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。 就你这样的，还跟我爷爷小心了，我会割断你的喉。小鬼子！这一招，梁家刀法第9式，你能死在我爷爷的金刀之下，也算你不远。
爷爷，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。7天之内，我用您教我的功夫，用您的宝刀，杀了小爷，还有本田和高大强，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。爷爷，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，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。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，我梁飞誓不为人。7日、たった7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。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。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。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？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首长您放心，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？就是，这次任务呢，非同一般呐，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。什么宝贝？乾隆的宝剑。乖乖，那乾隆的宝剑，鬼子是咋抢去的呀？早年有人到了皇陵，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，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，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！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！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。首长，您放心，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。太给劲了，同志们！这次任务很危险，时间很紧迫。下午3点，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，只停留15分钟。总之，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！听清楚了？嗯。哎，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的行动。石叔叔说了，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，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，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。他们是瞧不起我。哎，天成，你说，你哥怕死吗？哥，你是个大英雄，你不怕死。是，哥是不怕死，但哥还不是大英雄。哥要把宝剑抢回来，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，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。哥，我要和你一起去，我也要当大英雄。老师，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，他可是一把好手。你又提梁飞，他有本事，我承认，他的毛病你也清楚。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，他这个人好出风头，好单独行动，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？啊，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，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，这不能带，不能带。不至于吧？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，他表现很好啊。那他为什么呀？他想去延安，想让你给开证明。那我找他谈一谈。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。老师。行，你是他师叔，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，那让他跟着你。队长，队长，政委，怎么了，猴子？飞哥跑了。什么？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。来，你跟队长政委说。天成，怎么了？你哥去哪儿了？我哥走了，他说他要做出让天底下的人都知道的大事。他还说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说他要带着宝剑去延安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怕什么来什么。男人竟然故意被鬼子抓进监狱，可没想到第一天就遭到狱霸欺负。
差点被脚丫子塞进嘴里面。然而梁飞明明在国外接受过专业暗杀，却故意不敢反抗，装作窝囊废的样子。直到他看见一个巡逻的鬼子走过来，梁飞明白自己复仇的机会终于到了。他本想把鬼子叫过来将其干掉，可不料鬼子竟然不上当，要转身离开。梁飞见状，只好掏出大金表，说：“太君，我去年买了个表，送给你吧。”就当鬼子放松警惕的时候，梁飞果断出手扭断对方的脖子，紧接着又把鬼子手里的38大盖给捡了起来。这一波操作下来，狱霸们差点被吓尿裤子。没想到梁飞竟然连鬼子都敢杀，自己刚才还差点把脚塞进梁飞嘴里，这不是老寿星玩上吊，活得不耐烦了吗？然而梁飞却根本不和他们一般见识，非但没有杀他们，反而还将监狱的犯人全都放了出来。因为他此次来监狱是为了营救被抓的战友，于是不停地大喊暗号寻找队友。谁有橘子？谁有橘子？然而小鬼子却并不打算放过梁飞，纷纷冲上去开枪阻拦。不过幸好有其他狱友在前面给梁飞扛伤害，就这样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终于找到了要营救的目标。我就橘子，老的5个，坏的6个。梁飞接上队友后，赶紧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，因为他和外面的队友早就商量好了，中午12点要在监狱外面炸开一条通道，方便自己撤离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地面被炸出一个大洞，队友率先逃了出去，而梁飞紧随其后跳入洞中。来啊，我们不赖吧？还不赖呢啊！偏了3米，要再多1米，我撂里边了。你小子，你整这耗子钻洞，我们也没练过呀。就是啊，鬼子等你练了再跟你打呀。完成任务后，大家骑着自行车准备去梁飞家给他爷爷庆祝70大寿。而此时梁家上下正沉浸在喜悦当中，却不料门外突然闯进来一群凶神恶煞的小鬼。我来介绍介绍，这2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。小野太君是日本著名的刀客，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，特地前来切磋切磋。我已经封刀多年，恕不能奉陪，请回吧。小鬼子眼看梁老爷子不配合，竟然准备强行冲上去决斗。而梁飞的姑姑见状，索性也不再隐忍，准备测试一下小鬼子到底有几斤几两。他虽然是一介女流之辈，但自幼跟梁老爷子学习武术，即便是几个手持武士刀的日本浪人，却也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而本田老鬼子见状，便准备亲自上阵。他身为一个小队长，自认为有2把刷子，可没想到真正交手后，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不一般。刚才明明已经被消耗了一波体力，但是自己却仍然不是对手。仅几个简单的照面，没想到就被女人的9阴白骨掌所伤。而老鬼子觉得是拖鞋影响了自己的实力，于是第2回合直接光着脚丫子上去战斗，结果发现还真的有效果。这次老鬼子战斗力明显有所提升，甚至最后直接趁女人不注意，将其扔出去，硬生生撞断了半米粗的木桩。可以看出来女人受到的伤害极其严重，而梁老爷子也赶紧让其去疗伤。小女莽撞，阁下技高一筹，梁某拜服。诸位请回吧。鬼子当然不肯撤退，最后竟然从人群中抓了一个3岁小孩，用他的性命威胁老爷子切磋武功。面对如此良心狗肺的小鬼子，老爷子不再选择隐忍，准备教一下小鬼子如何做人。取我刀来！鬼子仗着自己年轻气盛，本想凭借蛮力快速拿下对手，但殊不知小瞧了老爷子的实力，不仅轻松化解鬼子的攻击，甚至还用青龙偃月刀顺势横扫，将鬼子击飞30多米。还不等对方反应过来，老爷子已经再次冲了上来，随着一招霸道侧击，鬼子再次被击飞，依靠队友的搀扶才勉强站稳身体，手臂被打得剧烈颤抖。可即便这样，鬼子还强壮镇定。好力道，承让。老爷子这句承让听在鬼子耳朵里，犹如骂他废物一样。于是小鬼子再次举刀发起了进攻，而且这次的攻击力道明显加大了很多，震得老爷子双臂发麻，快速后退，但也就仅仅后退了几步就稳住身形，于是再次发力将鬼子控制在刀下。鬼子这次直接躺着飞了出去，嘴角更是有淤血不断流出。不愧是金刀亮金殿，刀法果然名不虚传，真是承让。输了就赶紧滚！面对周围人的谩骂，鬼子明知不敌，却再次冲了上去，而身后的队友也冲上去帮忙。两人本想合力击败老人找回面子，可万万没想到一个70岁的老头竟然能轻松化解两人的攻击，而且还不等他俩反应过来，老人就已经转手为攻，率先出手拿下帮忙的鬼子，其力道之大，直接砸碎顶梁柱子。另一个鬼子本想趁机偷袭一波，但他却忽略了重要一点，刚才两个人一起上都不是对手，更何况现在只剩他孤身一人，不出意外下一秒就被老爷子当场拿下。
还不等懵逼的鬼子反应过来，老人就已经用刀顶住他的脖子，当即便准备杀人灭口，却不料鬼子竟然用小孩的性命威胁，而老人眼看自己的孙子被胁迫，只能先暂时放下手中的青龙偃月刀，可没想到鬼子却翻脸不是人，刚站起来就命令手下士兵开枪射击，不仅老爷子命丧黄泉，就连全家上下100多口人全都死在了鬼子枪下。太君，还是你厉害，以后济南武术界就是你的天下了。谢谢太君。原来鬼子杀老人全家是为了汉奸高大祥在当地没有对手，殊不知这一幕全都被躲在暗处的小男孩看在眼里。受到惊吓的他发疯般的跑了出去，却恰巧碰见回家探亲的梁飞。梁飞从弟弟口中听见全家被杀的噩耗，马不停蹄地跑回家中，但此时小鬼子早就撤退了，只留下满地的尸体。而梁飞本就是八路武工队，现在全家被灭门，更是恨透了小鬼子。第二天，梁飞就撕下鬼子的军旗，在上面用白纸黑字写清楚：7天之内必杀小野、本田、高大祥3人的性命，以告慰我梁家上下几十口人的在天之灵。与此同时，鬼子司令部也收到消息，如果这3人真的被杀，那么军队的士气会受到严重影响。于是长官决定派兵保护3人的生命安全。太君，我不用，我是武馆的馆主，功夫不深，但是对付3、5个人不在话下。况且我手下还有几十个徒弟，若是皇军来保护，高大祥以后就没法开武馆了。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哨，你只要装作对梁飞不屑一顾的样子，他来刺杀你。您的意思是让我做一碗？于是高大祥第2天就在全城贴出告示，说欢迎梁飞上门报仇，自己会在家里等着他来决战。但其实他也怕死，完全是仗着自己有几十个徒弟给撞反。殊不知就在高大祥口出狂言的时候，梁飞已经化妆成乞丐，悄无声息地来到他身边。八路侦察室惊恐地发现，路边修鞋匠的双手竟然细皮嫩肉，而且还穿着一双崭新的皮鞋。梁飞立刻意识到有问题，于是他假装来到水果摊要饭，趁着弯腰的同时发现这个老板也穿着皮鞋。梁飞明白周围这些可疑的人都是鬼子便衣队，肯定是负责保护汉奸高大祥的。而梁飞原本要刺杀这个家伙，可不料他却躲进武馆里面不敢出来。看来只能在等待时机寻找机会。过了一会，门外来辆马车，高大祥的小弟将2缸大米装到了车上，而梁飞的直觉告诉他事情有蹊跷，于是趁着要饭的机会，用竹竿敲了敲大缸，没想到却发现2个缸的声音明显不一样。梁飞怀疑第2个缸里面是高大祥，于是跟随马车一路来到鬼子武馆。卸车时，梁飞再次验证了自己的猜想。因为第1个米缸4的小弟用木棍才能勉强抬起，而第2个米缸只是徒手就能轻松抬起。梁飞断定高大祥就藏在缸里面，于是他摇身一变成了送饭伙计，端着一盒外卖混进武馆内部。而此时的高大祥还误以为是正常送饭，平日里当汉奸嚣张跋扈，从来都是看不起外卖员，甚至连头都懒得抬。直到下一秒梁飞坐到了对面，高大祥这才惊恐地发现此人正是要杀自己的梁飞。结果万万没想到，高大祥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打开手表查看时间，发现此刻是5点55分，而梁飞之前说6点杀人，现在还剩下5分钟。6点之前杀了。2人有着血海深仇，此时的氛围安静到了极点。高大祥率先发起偷袭，可不料却被梁飞一个鲤鱼打挺躲过去。眼看偷袭不成，高大祥再次发起攻击，然而梁飞早有准备，接二连三的进攻全都被一一化解。此时高大祥也意识到梁飞不简单，而他本打算转身逃跑，结果却被梁飞一个滑铲挡住脚步。想走，有梁飞盯上的人，谁也走不了。紧接着梁飞拿起一条抹布勒紧高大祥的脖子，直到对方的意识出现模糊，最后脑袋耷拉到地上，梁飞才松手。眼看仇人已经没了呼吸，梁飞本打算转身离开，却没想到地上的高大祥竟然在装死。只见他偷偷把手伸到桌子下，摸向早就藏好的武器，然后缓缓地站起身体，对着梁飞发起偷袭，结果却被轻松躲开，并且还用抹布束缚住高大祥，然后用力调转刀锋架在对方脖子上。随着梁飞猛然发力，汉奸高大祥彻底被干掉。然而梁飞的复仇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因为当初杀他全家的主谋还有另外2个小鬼子，而他们如今都被吓得躲进司令部不敢出门。鬼子长官更是下达死命令，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2人，而且还要全程抓捕梁飞。第2天，汉奸警察开始满大街抓人，谁都想第一个抓住梁飞，送给鬼子去邀功。殊不知梁飞就在他们身后观察着一举一动，而倒霉的汉奸队长却恰巧撞见梁飞。把帽子摘了，有良民证吗？哎，说你的，你听不懂人话。等的就是你。对，动手我就崩了。别蹲呀！梁飞用手枪威胁汉奸，逼问本田老鬼子的下落，而汉奸却装傻充愣说自己不知道。不料下一秒梁飞就要开枪，汉奸见状只能实话实说：本田是警备队的人，应该在那儿。梁飞知道鬼子警备队肯定不能硬闯，于是找到2个吃饭的鬼子，准备借他们的衣服穿一下。
借到衣服的梁飞便骑上心爱的小摩托，成功混进了鬼子警备队，准备刺杀本田老鬼子。